主人在书房。哎，等等啊，何前是没睡还是起得早？嬴政时分在书房。哦，我家主人有失眠之症，之前在何仙住家借书的时候就常有此困扰，最近几月更是严重，只能坐着睡。所以我家主人最喜欢晚上看账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要不然主人一夜不眠，我们可就遭罪了。唤醒他！不敢。何前，醒醒！公谢查案。主人，您别吓着，是有客人来了。饶命！世间饶命！世间饶命啊！哪有仙家，只有鬼差。一个女子的魂魄到阎王面前告了你的状，故来取你性命。冤枉！冤枉啊！还请上山，阎王言行就情。阎王从不会错判那魂魄的主人姓韦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加油啊！加油啊！我招！长安县旗长至此，仵作要验尸，请二位让一让。让一让，韦县尉。韦县尉，怎么样？禀韦县尉，尸体已验过，伤在右侧脖颈，伤口边缘呈锯齿状，当是被镰刀之类的利器砍杀而死。头后这滩血怎么回事？应是被砍杀后头先着地，摔倒。胡说八道！这颈部之伤并不深，未必致命，头后的伤恐才是致死的关键。县尉，那我再验。退后。是。怎么不请个资深的仵作来？我再去请，再去。不用再请了，巧了不是？在下虽不是仵作，但可代为验。没想到卢兄在此，失礼了。韦县尉何须客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苏明，我的前任，当然认识。知道您在雍州府也算有官职。既然愿意屈就行仵作之职，那长安县尉京兆韦涛，先行谢过。不必客气。这应该是件普通命案，没想到卢兄比我先到。那您看这案子接下来是雍州府直接查，还是我长安县？司法公廨入坊理案，今日正来到丰乐坊，此案是突发，并非有人报案，
故由韦县尉查比较妥当。那在下就不客气了。死者何人？花店老板花福。这家花店并不小，可有掌柜伙计？有。带来问话。是。小的姓张，是掌柜的。尸体是你先发现的？是啊，花店在午正时分要闭店，未出时再开门。全因我们老板格外开恩，给了我们半个时辰吃饭休息。今天老板心情好，说这半个时辰他亲自去前厅摆放那些新进来的牡丹，我们就去了后面厢房。等回来的时候，却发现，老板，酒食都给您备好了，您快去吃饭吧。啊，老板，老板。老板，老板，来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验过了，正如韦县尉所推断的，脑后的砸伤在先，且更致命。脖颈处的伤口应该是这镰刀所致。为了割庄稼方便，镰刀的刀口上都有锯齿，这在死者伤口上很明显。故仵作虽年轻，缺乏经验，但也并非一无是处。你叫青松。今天正午我是去了千姿花店，花福借了我们安社的钱该还了。一大早我就去找窦郎，他和我同为安社卖命，我们俩管通义、通化、兴化、丰乐四方。我们号称是锁寨双煞，在长安还是有点名气的。说正事。哎，走吧，我一会儿就来吧。手气怎么样？走吧。今天手气怎么样？来吧。想什么呢？想我那相好的呗。还没答应嫁给我，那是因为你没钱。应该是吧。窦郎，你怎么样？赢了还是输了？我窦郎赌博，什么时候赢过？你一直输，钱从何处来？好吧，看看今天该去哪儿要债了。哎，千姿花店，这钱不就来了？我听说那个花府靠卖洛阳牡丹发了家，今天咱们去收账，让他多给2成利息，不就都有了吗？这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咱们是安社的人，就因为是安社的人，大扫把管得严着呢。你见过大扫把？倒是没见过。那不就完了？你都没见过他，他能知道咱们的事儿？私下多要2成利息，谁会知道？到时咱俩平分，你那相好的，自然就嫁给你了。嗯，走。后来呢？后来是我一个人去的。窦郎他走到半道儿，不行。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我那个女人的丈夫今天去乡下卖伞，明天再回来，所以他跟我约好今天晌午相见。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哎，青松，花店你自己去。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没搞错吧？咱们俩是双杀，你让我一个人去，我要得回来吗？我一个人怕啥？青松是安社的人，只要够横，甭管是谁，都得乖乖听话。不听，就抽出你腰间的家伙，总不用会长锈的。不行，一起去要债，然后再去见你那相好的。那女人难得主动约我，你成全我一回，行不行啊？我记得加收2成利息，不听就动家伙。嗯。
这可是你的东西。还真是，这是丢哪儿了？杀人现场，还不如实招来。我没杀人，我当时确实把镰刀亮出来，但我就是想吓唬吓唬那姓花的。要是不按照我说的还钱，可别怪我不客气啊！我只还该还的，新家的利息1分也没有。如果要的话，就签字，把这6块银挺拿走。7块，我借了5万钱和10两的银挺，5块，加上2成利息，一共6块。你说6块就6块啊？你忘了我是谁的人了？安社。你们的大撒宝史千岁，既是朝廷5品官，又是这城中胡商的首领。他一心为商人，怎么会突然加收利息？要不，你带着我去找他，听理去。恐怕你还不知道，我已经入了金光会。你是安社的人，我也并非不是。你背着安社私家的利息，我不会给，我还要去告你。我看你不想活了吧？你别哆嗦呀！来，有本事你动手。你等着。后来呢？之后，我就走了。有人见你去了2次花店，若还不如实招来，大刑伺候。我后来是又回去了，主要是我刚一出花店，就看见梅梅了。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梅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了？你不会再跟踪我吧？没有，我是真喜欢你，我倒是想天天跟踪，跟你形影不离呢。梅梅，你嫁给我吧，我发誓对你好。男人发誓谁信呢？你先凑1万钱，再说喜欢我吧，早点凑够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我寻思这也甭管6块7块了，我先回店里把钱拿着，拿了钱以后我就去找梅梅，怎么向上交代我也不管了。那要是别人娶了她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华福，我又回来了，今天这事必须得了结了。你再敢把脑袋伸过来，老子绝对不多做一下。人呢？当时吓得我镰刀都扔了，我就要，可是又一想，既然人都死了，那银挺，梅梅，我来了，还记得我？啊？龙凌风，来来，跳窗而逃。哎，你快点儿！好狗不挡道，赶紧给我让开！我若是不让呢？我可是安社的人，你不想活了吧？安社的，你不会是斗狼吧？既然知道我的大名，就赶紧让开！还真是你啊！你旁边这位胡姬，可是你好兄弟青葱的相好，你这么做太不仗义了吧？
我跟青葱是逢场作戏，跟多了才算是情投意合。你闭嘴！青葱你也认识？你到底谁呀？连他你都不认识，你还在长安混呢？听我一句劝，赶紧缴械求饶，要不然有你好看。窦郎，你是如何谋杀花福的？从实招来。那人不是我一个人杀的。青葱去找梅梅时，我就躲在屋里。就1块银锭嘛，想要多拿几块也不难呢。可我青葱知分寸，好日子长着呢。我打的是7块银锭的主意，想着至少也有6块，结果他就拿了1块，计划不就落空了吗？我索性自己去花店。当时我真没想到，青葱居然把华夫给杀了。我就仗着胆子找银锭，可1块也没找到。这么说，花福脑后之伤不是你所为？当然不是我了，是他。青葱，你拿什么家伙砸的？你一次砸死他好不好啊？他连累我也成了凶手。胡说，我可没砸。少官，就是他砸的，他杀。慌里慌张的，去哪儿啊？谁家的小娘子如此放肆？包袱里装的什么？打开看看。我凭什么给你看？凭这个。你有疯病吧你？滚开！哎呀！你这个打我！你！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啊！哇，这么多银锭！我说我就是贪财。你等着。安社的人没拿银锭，我就索性躲在那儿，想看看老板把银锭藏在哪儿了，好找机会偷出来。结果，他居然没拿银锭，我当时喜出望外，可还没等我下手，青葱就又回来了。阿福，我又回来了！今天这事必须得了结！你再敢把你脑袋伸过来，你看我犹豫一下吗？人呢？我说的都是实话呀，我就是贪财，我可没害老板呐，我不敢呐！求各位上官开恩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掌柜所言和青葱的话倒是对得上，看来这戴白色面罩似仙教徒者便是杀人凶手。接下来怎么查，还请卢兄指教。我大唐包容万象，
这长安城内，除了佛寺、道观之外，还有波斯寺、仙神庙。这仙神庙别称仙祠，不止一处吧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长安一共有5座仙祠，1座在进宫坊，剩下4座都在长安县。苏先生好记性，长安县内确有4座仙祠，分别在礼泉、普宁、布政、从化。我便先去探寻这4方。至于这万年县的进宫坊，我这长安县尉就不便前往了。卢某愿意代劳，那便多谢。月月有神，既又有神，我神降临，今至进宫。我就跟你说吧，这七圣刀最受欢迎了。据说在这请神仪式上，那火焰部下面的人已被火神附体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这个时候钻到部下，1年都有好运气，干啥啥能成。哎，马老板，你怎么了啊？马奎他死了！啊，马老板，退后！雍州司法参军卢林凤在此，众人退后！万年县尉杜预在此，众人退后！卢参军，杜县尉，喂，你是何人？仵作未到，你为何擅自出绑尸体？哦，他是苏无名，供职于雍州府。哦，原来是狄公弟子。不过我万年县的仵作也不差，怎么着？这眼前的案子，雍州府就直接查了？那倒不是，我们本是来看热闹的。正遇上了命案突发，此案确实当由万年县先查。哦，那个卢参军，杜县尉说的对，是我冒失了，冒失了。今日游神，何人领队？哎，让开，让一下。县尉，是我。何必？按风俗，钻入火焰部下被认为可以转运。刚才确实有很多人都往里钻，故凶手是谁难以确定啊。何先主，查凶手是公谢的事，你此话何意啊？我没有什么意思。公谢查案，那我就继续带队游神了。出了命案，你还有心思游神？神事不可废。站住！案发时，你在什么位置啊？案发时，你难道没有看到我在队伍的最前头？这游神仪式多久一次？七圣刀游神每月一次，这次
是火神降临进攻方。那这所谓的七圣刀成员，又都是些什么人？你难道不知？本仙在问你。都是两世的商人，也是仙教弟子，每月更换一次。死者是东市最大的胡椒商人马奎，马老板。你还有什么话要问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要继续游神了。神世的时辰，耽误不得。我若是不允你继续游神呢？杜县尉何必这么大威风？别忘了，我不但是仙神庙的庙祝，还是萨宝府的仙祝，也是官。刘外也算个官儿。你修正2八户，这里是长安。别说你个做仙祝的小祭司，就算是萨宝府里的大萨宝，在大唐律法面前也要规规矩矩。走。啊。刚从县械出来就要出远门啊？用不用我送你们一程？哥，怎么办？杀了他！安迪，快跑！我拖住他！跑！出手相助的可是卢参军。正是卢某。我这点心机，还是被你们看出来了。见笑。为什么抓我们？凭什么抓我们呢？还敢问？你们以为本县尉没做探查吗？你们兄弟以胡椒生意起家，在东市以老大自居，且有个爱好，喜欢把钱借给那些想经商的人，从而获得一种门生变两世的虚荣。5年前马奎初做生意的本钱，就是你们借给他的。是啊，所以我们亲如兄弟。他死了，不该怀疑我们呐。在以前，借钱做生意之人，从来没有能超过你们的。但马奎是个例外，此人胆大，野心勃勃。就在上个月，马奎的生意超过了你们，成为了东市最大的胡椒商。县尉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什么，在座的卢参军跟苏先生都很清楚了。你们还装糊涂？马奎的生意超过我们，怎会嫉妒？我喜欢乐见呢。当然，我也承认，阿弟有些不快，但我说服了他。这个确实。那你们跑什么？我们兄弟起个大早，是想去西域再运一大批胡椒过来，不是要跑，是想先到城门下，等门一开就走。那怎么又跟杜县尉打起来了？这半夜了看不清楚，我以为劫道的呢。我哥俩本来眼神就不好。啊，我看你们兄弟俩眼神不错，马奎是个好生意人，你们一早便看出来了，所以才会借钱给他。但你们的眼神也的确还不够好，因为这5年来，你们已经收回了大量的本钱，直到不久前，马奎的生意超过了你们才意识到失算，故而将其尚未还清的借款转为股钱。马奎也同意了，但你10万，你仍觉得吃亏，便提出要在马奎的胡椒店加注更多的股钱，却被拒绝。于是你们便认为对方忘恩负义，故而谋划在游神之时趁乱将其杀害，并得逞。断火焰不去喽！
仵作何在？在。验尸所得，念来。是。死者马奎，短刀割入脖颈，深近5分，割入时间当在临近虚正10分，别无其他。死者马奎系10万砍杀，实前为帮凶。本县尉没冤枉你们吧？怎么，卢参军直入我万年县练房，是信不过仵作，还是信不过我杜预？杜县尉来的正好，要不一起看看？您看，脖颈处血肉模糊，但细看是2道割伤。这2道伤口长短深浅有别，短的这一刀，深不到5分，应是10万所割，但并不是致命伤。长的这一刀，深达1寸7分。食管、气管全部被割断了，1寸7分，在仵作之学上是及时丧命的尺寸。据石氏兄弟交代，他们在偷袭马奎之时，马奎并未反抗，亦不躲闪，应是当时已被人先割了喉。苏某在第一时间看过尸体，当时那假镰刀没入死者脖颈，这1寸7分的伤口就是他造成的。可那假镰刀是木质的，本不能杀人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有外力重击刀背，以寸巧之劲将假镰刀砸进了他的脖颈，致使其丧命。竟然是这样！哎呀，应是仵作大意，误导了杜县尉的判断。哎，这杜某惭愧，看来凶手另有其人。没错，当时我也在场，却只顾着看热闹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可疑之人。此凶必有些手段，不然难以借木刀杀人。可眼下应当如何查下去？杜某也一时没了主意，还望卢参军不吝赐教。当从马奎的仇人查起，远的不说，被他顶替的那位7圣刀成员，对马奎当心生恨意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开门！谁呀？大半夜的！天谢查案，快些开门！我乃万年县尉杜预，何必可在家？啊，先住睡下了。把他起来。哎，上官，你们猜测的不无道理。被取代之人一定心有不甘，甚至怀恨在心，但不至于杀人吧？何况最终名单由我权衡，被取代者定是我能说服之人，又何必绕弯子？直接告诉我是谁。他本来一肚子气，你们还要去找他麻烦？废什么话！说是谁？卢参军，我非说不可。此命案与请神一事密切相关，还请何先助协助攻县，探案缉凶。好，被取代者是我胞弟何乾，他就住在明德门边上的严作坊。
主人在书房。哎，等等啊，何前是没睡还是起得早？嬴政时分在书房。哦，我家主人有失眠之症，之前在何仙住家借住的时候就常有此困扰，最近几月更是严重，只能坐着睡。所以我家主人最喜欢晚上看账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要不然主人一夜不眠，我们可就遭罪了。唤醒他！不敢。何前，醒醒，公谢查案。主人，您别吓着，是有客人来了。来吧。应死于寅初时分，半个时辰前。何人来过？啊，没人来啊！主人亥时进的书房，我以为他早就睡下了。卢兄，韦县尉，苏先生，按前日所议，正在排查火仙教徒，但尚未有所发现。韦县尉辛苦了。卢参军，请你一定要抓到凶手，替我阿弟何前报仇啊！何先柱不必如此激动，韦县尉正在全力查办此案。他，怎么？你难道不认识韦县尉？当然认识，还算亲戚呢。啊？何仙柱跟韦县尉是亲戚，不知是什么亲啊？不提也罢。卢参军，今日家中有一喜事，故设宴庆祝。之前与您相交不深，但昨日共查案，范阳卢氏的风范让韦某钦佩，想临时邀请您赴宴，不知可否赏光？虽有命案在查，但家宴也是早就定好的，更有好友自东都而来，专为此宴，所以无法改期。理解，只是不知家中有何喜事。上个月金光会大兴土木，竟挖出了我韦家的伐月。哦，是祖上的伐月重现天日，那可是件大喜事啊！卢某当去。好。不知苏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参观伐月之事我没请您，是因为今日所至，皆大士族。武公苏氏虽然……不用解释，苏某有自知之明。再说了，今晚我也有事儿。哎，喜君，来，那这位裴小姐应该能跟他一起去吧？莫非是河东裴氏？河东裴氏之东眷，前吏部侍郎裴坚正是家父。失敬。河东裴氏簪缨世家，普迭定住5房，中眷裴、西眷裴、西马裴和南来吴裴，再有就是裴小姐所在的东眷裴了。若您能与卢兄同往，那是韦涛的荣幸。多谢韦县尉的邀请。那，
恭敬不如从命。如此甚好。卢兄，苏先生。娘子，买点什么呀？怎么还跟着一个？老人家，打扰您休息了。我们想买一根风梨杖。什么杖？风梨杖。这是什么东西呀？没听说过呀。哎，我们可不差钱哦。要几只？你有很多只，那可是珍奇之物，点什么就能来什么的。知道。多少钱一只？100钱。啊？嫌贵呀？你要多买可以便宜啊。哎，买1只也可以便宜。毕竟像你这样貌美的娘子，就该关照嘛。啊？等等，你这风梨杖是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，每一根都是风梨兽煮过的。等会儿啊，这些个你要是都要，500钱就拿走。算了，咱还是走吧。哎，站住！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就问你们，哎。识不识货吧？当然识货，识货呀！啊，那你就闻闻。怎么了？看来还真识货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这几10根风梨杖都是真的，每一根那都是风梨兽滋过尿的。哎呀，还真有一股风梨叶的味道，而且很浓郁。这就是风梨杖了啊！哎，你这风梨杖是怎么来的？那还不容易，让风梨兽往上滋尿不就行了？这么说，您老手上有风梨兽？自然有啊。那风梨兽怎么卖啊？你是公谢的人啊？这风梨兽可是在太府寺禁兽名录里的。你来试探，要讹我？您老看看我像公谢的人吗？我不是，我就想买一只风梨兽给家里的老人治头病。嗨，那就直接买风梨叶不就行了吗？哎，我这有。这里面装的都是，哎，要多少？不过想好了再说，因为这个贵，1万钱1两。多少？你这风梨杖这么便宜，这个怎么这么贵啊？哎呀，这怎么能比呢？这几根破木头有什么用啊？还什么，一点野兽坏人都死了，哎，再一点好东西都来了。那都是骗人的，我这里装的可是真正的好东西。风疾是什么病啊？那是身子麻动不了，都瘫了。哎，用了我这个东西之后，你便能健步如飞。1万钱，还贵吗？啊，还贵吗？那这么贵，有人买吗？有人买没人买，这与你何干呢？真是。雍州府查案，如实回答。啊，我刚才说我不是公谢的人，没说他不是啊。还不如实回答他的问题。娘子，我这可是真正的100年老店呢，
因为此殿是在我80岁那年才开张的，今年正好是100年。你有180岁？我不是来听你吹牛的，说实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此殿在开张的前几十年里，确实有人来花高价买过我的凤梨叶。店面虽偏，可也曾门庭若市。也不知道是谁出了一个专治风疾的方子，真够缺德的啊！断我财路。所以这一坛子封存了10几年，都无人问津，故而这尿香才会如此浓郁。不是药香，药香。你是说最近10几年，一次都没卖出去过？没卖过。你看这坛子上都是尘土。此人狡猾，说的不像实话。你看，公谢的人怀疑你了，那没办法，只能带你去雍州府司法参军那里审上一审喽。别，我这把老骨头哪儿折腾得起呀？有，都有哪些人买过，我都记在账簿上了。我这就给你们拿来，我这就给你们拿来啊！这要是寻得了重要线索，别忘了给我记功啊！那当然。好了，哎，下面情况不明，需谨慎。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跑了。这性子也太急了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好像在那儿。这是什么地儿啊？那老头真有100多岁，那刚才不直接摔散架了？哎，长安之大，包罗万象，民间有些奇人异客很正常。据恩师的记载，那四方七丈殿已经开了70、80年了，那店主早就超过100岁了。狄公记载，那得是10几年前的事儿了。莫非那店主真是个老妖怪？站住！打死你！正经跑啊你！要找人吗？我认识全长安最厉害的刺客，最便宜的也有。一边去！我这是我要吗？别跟我抢！先生，幽苑楼来的新花魁，去喝一杯。小娘子是来鬼市找生计的吧？幽苑楼是个不错的地方，最近常有达官贵人来，不仅出手阔绰，想找个好人家嫁了也不难呐。滚！这老头一下子跑到鬼市来了，再想找着他可难了。他为什么要跑啊？是不是我不该拿剑吓唬他？他一定是干过违法的事儿，故怕见官。也许啊，他真卖过那凤梨寿。他真有凤梨寿？当然，若没有，他那些凤梨叶、凤梨杖哪儿来的？这立于家门口，记载祖上功德的柱子，左柱称法，右柱为月，故多以伐月代称高门世家。
出身于京兆韦氏，是高门世家的小姐。我不能嫁商人，我不能嫁商人，我不该嫁商人。嫂嫂，阿佳，我不该嫁商人，我不该嫁商人。舍妹尚在病中，诸位莫怪。来人，把她带回去。伐越在此，我愧对韦氏门庭，我愧对韦氏门庭啊！我当撞死！如此疯闹，不给我带回去！我是京兆韦氏，我是高门女子，我不该嫁商人。嫂嫂，我错了。喜君妹妹，让你受累了。哪儿的话，韦家姐姐，少时我也是见过的。对呀，那年曲江畔踏青，她也在。如今这是得了什么病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疯病。可找郎中医治？当然找了，还开了药，成效甚微，更不能受刺激。大喜大悲都是这样。我倒是有个朋友，是药王孙思邈弟子，曾在洛阳为公主解人面花之毒。若蒙信任，改日我请他来，帮韦家姐姐诊治。如此，那真的是太好了。我替舍妹先谢过喜君妹妹了。您客气了。如今的长安，有苏卢之说，你可知道？那个人很狡黠，总是拿江山社稷和狄仁杰做幌子，控制你，以达到获取私利的目的。你可要当心呐！崔相可能对苏无名有些误解。他总是给人一种淡泊名利的感觉，但其实内心充满虚伪。与我经书传家的崔卢不是一类人。你我顶级士族，要忠于自己内心的理想。在我眼中，天子并不重要。你应该知道，现今的天子当初和崔某做过邻居。如果我愿意，天子登基时，我便可以成为新贵。我没有这么做，因为我不是世间所传的小人，更没有攀附公主，为自己谋取权力。崔某心中的理想，是像北魏重臣崔浩那样，建立一个博学与高官合一的士族朝廷。当然，最后他失败了，但我仍在努力。一旦成功，天子只管做天子，政事则由我们士族来管，就像东晋一样。届时，我们崔卢郑王的英才可以轮流执政吗？我们的家族簪缨连绵数百年，当然比天子更懂得如何治国，如何安民。博学与高官合一的士族朝。哎，韦兄没事吧？无妨，抱歉，今日贪杯了。哦，陆兄，裴小姐，二位能光临寒舍，是韦头的荣幸，感激不尽。韦兄客气了，有幸一睹韦氏伐诸侯，追忆士族辉煌，是庐陵峰的荣幸。告辞。请。请。哎呀，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，我现在是费老板，
还是大唐济公呢，怎么能来鬼市这种黑暗之所？少啰嗦吧你！恩师狄公的书上记载，那老店主啊姓松，他自称180岁，我是不信。但如果那店开了100年，那他至少120岁了。而且齐杖殿到这鬼市，居然有秘密通道。你在鬼市混了几十年，你没听说过？还真没有啊！不过超过100岁的老妖怪倒是有几个哦，多在土地庙一带混。鬼市还有土地庙啊！果然把费叔请来，就知道该去哪儿找了。啊，那当然。不对呀，鬼市之上这个时辰，这个地点，应该是最热闹的所在呀。我去打听打听，你们在这儿等着，不许乱动啊！啊，尤其是你，即便你是雍州府的暗探，也不能随随便便把剑拔出来啊！是，听费叔的。我非得给那店主抓回来，在我眼皮子底下逃之夭夭，真是气煞我也。你呀，还是太年轻，气性真大。嗯，年轻就是好。如今的鬼市啊，这怪事不少啊。怎么了？鬼市上竟也有了一座仙神庙。仙神庙？这不就把这土地庙的风头给抢走了吗？据说最近几日那边热闹得很。要不，我带你们去凑凑热闹？好啊！走。怎么又架上了？走吧。去哪儿？这儿呢。好不容易就找到2个，要不樱桃你就别去了。哦。可以呀，老费。那当然，这鬼市嘛，我费英俊的天下呀。费叔如此厉害，不如直接帮我把店主找出来吧。你以为我找不出来啊？哼！你们去。哎呀，这激将法对老费是真管用。走。这是怎么了？为何如此悲伤？家父失踪多日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能不悲伤？哦，你呢？啊，我是来寻我阿兄的。你阿兄在哪里做买卖？西市，做香料生意。令尊也是商人。父亲是东市最大的布料商。今日已经在布政坊求仙神保佑了，但是好像根本就没有，所以只能来这鬼市，再求神灵保佑。史千岁，谁？苏明见过大撒宝。苏明，
今日在布政坊，咱们不是才见过吗？不会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吧？你跟踪我？那倒不是，偶遇而已。大萨宝真不愧是安社社统，既是东西两市最大的香料商人，又拿着朝廷给的俸禄，还能在这鬼市再建一座仙祠敛财，你可真厉害。这座庙不是我建的，是鬼市上做买卖的人自发建成的。我今天来也不是为了敛财，而是真心祈祷。据说在鬼市更能接近亡灵，而这些所得我会捐给安社，为那些惨死的商人们料理后事。照这么说，除了花府、马奎和钱之外，还有别的商人也死了？来，你自己看看。居然有6人之多。对，都是10日以内失踪的。萨宝府整理了这份名单，除了姓名之外，还有他们做什么买卖，失踪的大概时间，还有最后见到他们时所在的地方。那你今日在布政坊为何不说？那个范阳卢氏，我信不过呀。他咋了？他们始祖说到底是憎恨我们商人的。费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鬼市这么大，该去哪儿找？来，长安里方图你带了吗？带了。二位想吃点什么？啊，借你盏灯一用。喏。兴道安人安逸，善和大安重化。花福死于丰乐坊，马奎死于进宫坊，何钱死于盐作坊。祖上，原谅我不孝啊！祖上，是我陈宠无能啊！祖上，我给您丢脸了。祖上，您乃后汉第一名士，到了我这一辈，唯有寻救入仕途，转而从商。如今在长安也享有名气，受邀入京光会，但其会中混杂，常有人做些龌龊勾当，我向来未沾分毫，未给祖宗蒙羞啊！祖上，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陈家大富大贵，人丁兴旺。祖上，祖上，何人在此？给我站住！大胆贼人，竟敢入室行窃！抓不到去，我看见过，必死。你是谁啊？要是不想死，就抓过头去。
你不是贼，刚才是我冒失，请恕我不恭，请恕我不恭。失敬了。单凭想象，深更半夜冒充本参军，跑到通济坊去，你的断案之道，是跟恩师学的吗？苏无名并不是想冒充你，只是他没有正式官职，不说是你，方正如何肯配合？臆断猜测，深夜扰民，甚至惊动了金吾卫。你不仅给雍州府丢人，还给恩师低公丢脸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苏无名呢？就在我们来之前，那个陈崇真就险遭暗杀。你如此断定，可亲眼看见了？没有，但我是听陈崇亲口说的。那可信吗？若他陈崇别有用心，捏造御赐的假象呢？你，卢凌风，你怎么这么跟樱桃说话？对不住了，楚女侠，我要跟苏无名好好谈谈。西君，请二位回避，好吗？苏无名，你过分了！何出此言啊？先不说那个装神弄鬼的萨宝史千岁提供的名单是否真实，即便是真的，你为什么不怀疑严福方或永安方？这是一个寸字，你苏无名鼠目寸光的寸，你为什么不怀疑严福方和永安方各发生一起命案？这便是一个萨字，你稍微动动脑子，就可以在这张地图上写出许多字来，而你根本没去想，你认准了凶手，要在长安写下一个氏族的氏字，你这是对世族有偏见。我确实没能抓捕到凶手，可我探案的思路哪至于让你这么大发雷霆？相对出身，我觉得一个人的德行、志向、才华更重要。有些人出身士族，心中却没有世庶的高低之分，只有百姓的疾苦，那他就比普通士族更高贵。有些人出身虽是庶族，但胸怀天下，为国为民，那他就值得尊重。你这是在夸自己？哎呀，我的卢参军，光阴之河浩浩荡荡，自前隋废除了九品官人法之后，士族的时代就已经过去了。你要接受这个现实。你是进士出身，自然不喜欢九品官人法。当然，九品官人法有其弊端，但如果朝廷下决心重新整治，它仍是很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。故开唐时，高祖皇帝就曾恢复此法。可是太宗登基之后，不是又给废除了吗？所以，是否是士族出身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士族没那么重要。我问你，代表我华夏文脉的经卷典籍，
是通过哪些人传承的？这我承认，很多经卷典籍就是通过氏族才传到今天，且很多氏族本身就是靠注释典籍起的家，包括你们范阳卢氏。承认就好。氏族上清贵，何为贵？并非说做多大的官，手里有多少钱，而指的是优良的家学门风。一句话，贵，是对书卷的爱。可卢凌风，你想过没有？这本身是不是一种特殊的权利？绝大多数普通的百姓根本就没有机会识字，没有机会读书。若有一天，我大唐境内那些典籍，百姓人手一卷，那不就成了谁喜欢读书谁高贵了？你强词夺理！罗凌风，你出身士族，但随我南下之后，我清晰地看到你心中是有百姓的。我是在洛阳宠念寺长大的孤儿，心中从始至终都装着百姓。同样，我也是世家子弟，我有责任捍卫氏族的尊严。眼下的长安，世商确有分歧，但商人死了，你便空凭想象把凶手锁定为氏族，你是何居心？我并没有锁定凶手，这不是没有新线索吗？我就把那几个方连在一起一看，像个氏字而已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敢说你心中想象的凶手不是氏族吗？陆凌风、苏明，你跟我走。哎，营主，松手。对，我承认，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。你承认你的污蔑了？氏族当时胸怀天下，怎么可能如你心中所想的滥杀无辜呢？你以为你的进士出身比门荫入仕更光荣吗？我告诉你，如今的很多进士，徒有虚浮的文采，根本没有治国的才干。他们只知道科考，而科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朝廷的俸禄。而士族自有家学，熟悉朝廷的一范准则。倘若朝廷革新，将士族重新打造，去其陈旧堕落的弊端，锤炼出大唐士族的新风，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哎呀，之前我以为你的志向就是守护大唐的社稷和百姓，没想到，你卢凌风还有当宰相的规划呢。这与当什么官无关。我卢凌风以范阳卢氏为骄傲，同样心中怀有百姓。士族错在哪里？错在世人的误解中。这卢凌风也太不像话了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也许这次真的是我错了。我说的是探案思路。我跟他都坚守自己心中的理想，故而有争论，很正常。但今日，我发现他卢凌风胸怀大志，他或许真的能成为士族新的希望。我由衷的替他。韦县尉，雍州府来人为什么不提前禀报？哦，你现在也是雍州府的人了。韦县尉，苏先生，二次验尸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
致命凶器并非制式，且极为坚硬，并不规则，类似锋利的大石头。这倒奇怪了，看来我们对安社的了解还是太少。怎么，韦县尉怀疑安社？何乾和花福都是安社的人，听说他们内部很不团结，甚至每个里方都在争，谁才是商人中的魁首。这争来争去，便产生了仇杀的可能。哦，实不相瞒，长安县除了这2桩命案外，还有多起商人失踪，但因为发现尸体，通常情况下不会按照刑案处理，故而还未上报雍州府。啊，这也合乎规制。苏先生，韦县尉也在啊。商人失踪，韦县尉已经知道了，有话直说。单何方找到了一具尸体，初步辨认，应是本方失踪的商人。速带我去验尸。是。韦县尉，卢参军还是决定将商人被杀及失踪案并到一起，统一交由雍州府来查。万年县那面已经派人去告知了，您这边没有异议吧？当然没有。那就好。即面部、脖梗、胸部、腹部及四肢皆无伤口，伤在后脑，剃刀。苏先生，重焕坊发现尸体，虽有些腐烂，但从衣着上来看，应是本方失踪的商人。继续去验尸吧。是，苏先生真是高明。您说哪有尸体哪儿就有，老贾，服了。今晨在大安坊没查出尸体，一定是我老罗大意了。我这就回去再查。我随老罗一起去查。走吧。我家主人确实是失踪了，都已经7天了，还是音讯全无啊！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主人无后，夫人也已病故了。他身边有什么要好的朋友？我家主人朋友可多了，商人嘛，若不多交朋友，买卖怎么能做大呢？特别是加入金光会以后，他就经常跟朋友们夜宴，有时候啊，都是通宵达旦的。金光会，这名字近日倒是听过多次，到底是个什么组织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好像是安社内部的一个组织，一般商人可无法加入，须得像我家主人一样顶有钱，那才有资格成为会众。薛县长，你留在安仁坊，尽力寻找失踪之人。此宅附近易藏尸之处，重点排查。是。玉，进长坊赵家朱家，各领粮食1袋，酒1坛。谢了，谢了，别谢我，谢安社。对，谢安社。行，慢走。2位留步，请问那儿是怎么回事？安社的救济啊，每个月都发一次，这个月还有酒。是啊，安社慈悲。对，什么东西？是有意挑衅。
我也领一份。你是昭国坊的吧？对。你们昭国住的都是高门士族，是荥阳正氏的聚集地。我们安社的粮食和酒只发给庶族，没你的份儿。你们，怎么着？哼！大人，我虽住在昭国坊，但我是冒充荥阳正氏的。其实我姓牛。怎么证明啊？你看我这寒酸落魄的样子，我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求安社，可怜可怜吧。那你得发个誓，不再崔鲁、李正、王维、裴柳、薛阳度、萧窦、行风、高原、宇文、独孤等姓氏之内。我发誓，我不在。那行，拿去吧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不要酒，能不能再多给我一袋粮食？给他。谢谢，谢谢。怎么回事你？我荥阳正氏，世代簪缨，名人辈出。你为了这2袋粮食，向这帮乌合之众乞讨，连祖宗都不认了？打他！住手！这是我们族人内部的事，与外人无关。公然打人，又不是在你家祠堂，我这个外人还非要管你们。杜县尉，是他们有意挑拨，请杜县尉治他们的罪。他们怎么挑拨？他们送粮食和酒，却专门不发放给士族出身的人，就是故意在制造矛盾。是安社，人家在救济穷人，东西是他们出的，确实想发给谁就发给谁。你们几个都出身高门，过得好也罢，落魄了也罢，但被这种事落了心境，当街互殴，就是你们的错。本县尉在此正式训诫你们。是。去吧。杜县尉，我不怕丢人，但我家里是真揭不开锅了。去吧。谢谢杜县尉，谢谢杜县尉。卢三军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刚好路过。杜县尉怎么看这件事？我的观点，刚刚不是说了吗？可安社的行为确有不妥，不应该放任不管。安社的谁管事儿？雍州府上官在此，上前答话。见过上官。你们救济穷苦人，发放酒食自是没错，为何要针对出身？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是奉命办事。您看，我这儿啊有一单子，士族相对聚集的布政、崇仁、太平、务本、宣阳、光德、昭国、进宫等坊，不在阶级之列。我有什么办法呀？这是何人规定？是摄政何必？我倒是知道这位摄政现在何处。何处？在河前的宅子，给他包地办丧事，但我没法陪着去。哦。哎呀，今日县令叫我严惩乱扔垃圾的人，我就只能带着人，满大街溜达检查垃圾了。哎，这，堂堂捕贼官啊！杜县尉，是我将命案和失踪事件相合，一并拿到雍州府的。杜某并无异议，也不是抱怨，只希望卢兄能早日破案。还有就是没了命案压着，我倒也轻松不少。3日后，我家中有个聚会，不知卢兄能否赏光？多谢杜兄盛情邀请，只是我最近确实太忙。怎么，卢兄眼中只有京兆韦氏，就没有杜氏吗？这话是何意？伐越，在韦家出土伐柱的同时，我杜氏门庭也有越柱出土。我这次设家宴，就是为了庆祝我杜氏伐越，重见天日。卢兄若是能来，杜越还有我城南的族人们，将感激不尽。
安社救济穷人，是做善事。商人挣钱亦不容易，我们没有道理给那些高门士族送粮食。再说，我们想送，人家看得上了。钱是你们出的，送给谁当然由你们做主，只是故意激化世上矛盾，那就不好了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听说安社里头还有个金光会的组织，有，在下正是发起人。可以讲一讲吗？士农工商，商人虽被排在最后，但亦对长安有不可或缺的贡献，在商人中应该有自己的榜样，故成立金光会。凡生意做得最好，钱赚得最多的，才可加入。这也是变相激励那些初入商道的年轻人和做生意三心二意、不专心从商的后进。请问，花府也是金光会的成员吗？是。马奎呢？马奎也是。那令弟和钱呢？胞弟也是。对了，还有几位金光会中离奇失踪，难道他们对金光会？果东市给你带了点点心。为什么？非要我亲口说出来吗？卢参军可以不说。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，我向你道歉。哪有？你无需向我道歉，倒是樱桃被你气得不轻。苏明自会哄他。再说了，他是雍州府的暗探，在探案思路上有不同的见解，争吵也是在所难免的嘛。要不，你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。好，等他回来，我把点心分给他吃，他肯定就笑了。进来坐吧。哎，这个你画的是谁啊？啊，维嘉姐姐，她只比我大2岁，小时候还曾一起玩耍过。她可是城南屈指可数的美女。我记得，她嫁给了扶风窦氏后，夫君门因入仕当了县令。只可惜过门没几个月，她夫君便病故了。哦，这便是她得疯病的缘由吗？你坐呀。哦，应该不是。我听说她后来再嫁过一个商人，为此和家门闹得很不愉快。商人？传闻是长安最大的商人之一。还真不是，何必是长安最大的商人之一，看不上马奎？怎么？你难道不认识韦县尉？当然认识。还算亲戚呢。不会是何必吧？3日来，我们分别在兴道、善和、从化、大安、安仁、安义6方各发现了1具尸体，身份都已确认，就是先前失踪的商人，连同之前的花福、马奎、何钱，共9具尸体，我都运回来了。哎，先说说你的验尸所得吧。除了马奎、何钱死法比较特殊外，其余7具皆是重物砸击后脑而亡。还有就是，凡是在长安县发现的尸体，死者都被砸2次，其中1次凶器很尖利；而在万年县发现的尸体，后脑是被相对平整的重物砸击，且一击致命。很显然是凶手的力度更大一些。我这里也有些收获。是关于金光会。左凌风、苏国明，快来收货！快点儿！快点儿！快点儿！老费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！老人家早就过了100岁，是我长安难得的寿星，怎么能这么对人家呢？松绑！啊！赶紧的！
别看他比我小100多岁，真要是1对1，我准能收拾他。嘿，拿马绳来。老费，走。唉，可惜呀，那个貌美心恶的娘子，居然是他的帮手。说谁呢？你本来就貌美嘛。哎，看见没有？这老东西都抓到公蟹来了，还敢调戏樱桃呢。此人已招供，他曾在半年前向一名女子出售过一只凤梨兽。你需要按照他的描述，将那女子的人像画出来。明白。如实交代那女子的容貌，敢耍滑头，本姑娘的短剑随时都会飞出去，而且是转着圈的飞，专削脑袋那种。别！我招！没想到啊，没想到那个小叫花子杨继竟能派上这么大的用场。我本想自己扮成帮工混入金光会，但又怕暴露，打草惊蛇，故我便派出了杨继。哎呀，这样一来，事情就越来越清晰了。只是，我替你说吧，只是越来越向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而去了。义兄，陆凌风，一妹，画得这么快？根本不用画，我已经知道是谁了。啊？陆凌风，此人前几日你也见过，是菊娘。我也想起一件事啊，那天我跟喜君一块儿去韦府，我就闻到一股特别的香味儿。我询问之后，我那个女弟子就是菊娘，她说就是普通的檀香啊，可是我觉得一点儿都不普通。现在想起来，应该就是檀香夹杂着从远处飘来的枫梨叶的香味儿。卢三军，苏先生，万年的杜县尉来了。杜玉，杜县尉，都是公谢之人，为何不直入西厅？来得太早，怕影响二位仁兄休息。再者说，今日是来送请帖的，在此相邀，显得更为正式。来。今晚寒舍略备薄酒，请二位仁兄无论如何都要赏光啊！观赏杜氏法乐，您家也有祖上的宝物出土了，可喜可贺。只是苏某这出身的，无妨。我跟长安县那个姓韦的可不一样，今日请的都是我看中的好友，与出身如何无关。卢兄。自不必说，养了多年。苏兄，近日在万年县发现了多具尸体，杜某是既惭愧又敬佩，不愧是嫡公弟子，故而诚心宴请。哎呀，若如此，承蒙杜县尉好意，反正苏某是准到。多谢杜县尉盛情邀请，我去。如此，多谢二位仁兄。那杜某就先告辞，恭候二位。仁兄，你人呢？大撒宝到了，还不出来迎接？这就是他家祖宗啊。很普通嘛，画的也普通。我想在贵市
几文钱就可以买到这样一幅。是啊，他们有什么好骄傲的？韦县尉，陈崇也请了你，自己捆，别等我动手。跑！哪里跑？17岁，是天子封的五品官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啊！我们要在长安城内写一个誓字，如今就差这通缉方一笔了。把你们约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给这个誓字添上这最后一笔。跟他们拼了！太丘公在上，晚辈韦涛。晚辈杜预，诛杀奸诈邪恶之商贾，血染宝殿，还请见谅。你二人要一错再错吗？杜宇，你设宴就是为了牵制住我们，好来这儿行凶，对吧？你这计谋一点儿也不高明啊！好你个杜预，此事本与你无关。原来你拖延我至今是为了等他们一起来拿我。来呀，我韦涛何惧？事到如今，你说出这样的话，是要置我杜预于不仁不义吗？少废话！人本来都是我杀的，拔刀，拔刀啊！姐夫，小时候我就常跟你闹别扭，同为县尉之后，我更是扬言要灭掉你韦涛，那都是因为阿姐嫁给了你，那是从小把我带大，我最爱的人，我心生妒忌而已。可自从我们共巡法院，发誓要斩尽金光会的恶徒时起，在我心中，你也是我的兄长。如今，你怎么能甩下我一个人承担这一切？杜预，姐夫，区区庐陵峰，何惧之有？你我二人齐心合力，先擒住他，再宰了这两个奸商便是。哎，等等！你们都是高门士族，怎么着？这就要动手了？3天前发现陈崇是颍川陈氏之后，便未下杀手的，就是你杜预吧？是我，那又如何？苏无名，你说对了，杜预从未杀人，所有金光会的奸商皆我韦涛一人所杀。姐夫，他们能跟踪到此，定是已掌握了证据。你总往自己身上揽有何用啊？证据还真没有，不过卢参军已派人潜入金光会，刺探出一些消息。碰坏了！让一下啊！大伙儿都先把手里的活放一放，我给你们拿酒来了。
来，装上吧！1个月前，金光会别馆扩建，挖地基的时候，在相距不远的地方分别挖出一根石柱子。后来请明白人来看说，一个是韦家的阀，一个是杜家的钺，都是宝物。那些苦力们虽出身寒门，却都听说过城南韦渡去天池舞。不对啊，我大唐长安和前隋的长安是同一个长安，而隋唐之前的长安旧址却在现如今长安的西北方向。可城南金光会别馆距昔日的长安应该不远，有以前韦杜两家的旧居所不奇怪。杨继，你接着说。不久后，消息传出去了，韦杜二家就分别派人来谈，愿意出重金买回。好啊，有了祖上留下的法运，他们氏族就更了不起了。给我砸了！何必？你娶了韦家，那也算京兆韦家的女婿啊！你怎么会干出此等事来？我韦家没有这样的女婿。陆凌风，我敬重你；苏无名，我佩服你。二位仁兄，请先稍后，待我韦涛杀了这2名奸商，自会去伏法。雍州司法参军在此，岂容你杀人？还是先把事儿讲清楚吧。之后归还时何必受益？将两家的法钺分别扣下来一块，事后在金光会别馆修台阶时当垫脚石。你韦杜何等聪明，见归还的法钺不全，便猜到了缘由，故你们夜探金光会，夺回了残缺的部分。我相信，也正是因为那一夜，你二人才化干戈为玉帛。我们兄弟世家从来都没有间隙，何来干戈？姐夫，二位，砸坏法钺是何必一人所为？你们为何要滥杀无辜？何来无辜？我再说一遍，所有人都是我一人所杀，与杜玉无关。杜玉，你虽然曾经协助过我，但最多只能算是从犯，还不快放下兵器！笑话！韦杜本就是一家，一荣俱荣，一辱皆辱。更何况，你是我姐夫，我一生的榜样。哎呀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在你们达成的共识中，长安县的伤人由韦涛动手，万年县的由杜玉动手。杜玉，你每次杀人皆一击致命，有这么好的武艺，驰骋沙场，为大唐效力，不好吗？少说废话！阿弟，是姐夫带你走上了歧途。
而且专杀金光会的商人。老子愿意。我倒是想知道，你们是怎么查到我唯独二人的？因为一滴风离液。韦涛，你被这头疼的毛病折磨了很久了。尊夫人杜菊娘遍访名医，最终找到了四方旗杖店。娘子，买点什么呀？店主，我郎君有头痛的顽疾，听说您店里有良药。有，要多少啊？见到老店主存了多年的风离液，但鉴于风离液的来历，尊夫人定会嫌弃，故而索性高价买下了那只风离兽。荒唐！狄公弟子断案，全凭猜测吗？也不光凭猜测。我想此时此刻在你府上已经有人找到了那只风离兽，我还真想知道它长什么样啊！你们干什么？放下我们家的风离兽，那是为我爹治头疼病的。别喊，临危不惧，宠辱不惊。晴儿，你要时刻记住这8个字。你杀何乾的手段如此残忍，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何必之地，定有特殊缘由吧？哪儿来的什么缘由？既然你们都查清楚了，杀人者为逃，无话可说。别怪我拿苏无名的性命相逼，我们愿意伏法，但这二贼必须死，还望范阳如林峰成全。还不躲出去！哎，卢凌风，我拖住这个，你逐个击破。楚念祥，请你护好这2个人，唯独2人，我能自己解决。为兄，卢某一以为
你绝不会平白无故伤害庶民。若有隐情，可如实说来。杀人者为逃，无话可说。昨日你氏族的尊严何在？姐夫，这安城这誓字没写成，算是你我今生留下最大的遗憾。你莫寻短见，他是我们兄弟携手，共赴黄泉，不好吗？夫人击鼓，是为韦涛都予鸣冤。此二人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，请不要枉费心思了。卢参军，菊娘擂鼓，并不鸣冤，只是想要回韦杜两家缺失的罚阅。韦家残罚，杜家断阅，虽曾被作为凶器，但亦是祖上留下荣光的一部分。还请公谢格外开恩，归还为盼。这也是城南韦杜族人之所愿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大家都冷静一点。夫人，你可真是无赖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赶紧把我家夫人交出来！姓韦的是杀人凶手，还绑架了我家夫人。若再不归还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对，何必自己？为什么不敢来？这点小事儿，还用得着主人出面？好啊，有本事的就进我韦家来抢人！兄弟们，他们家没有男人，给我冲进去抢人！何老板说了，抢回那个疯女人，重重有赏。哼，几个女子还想逞凶？哎，大哥，贼人入我家门，当如何？饶命啊！饶命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我们不过是砸了钱，不卖命，不卖命！千万别杀，千万别杀！我们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，不敢了！饶命！饶命！谢谢饶命！谢谢饶命啊！哪有仙家，只有鬼差。一个女子的魂魄到阎王面前告了你的状，故来取你性命。妖王，妖王啊！还请上山，阎王也许就请。阎王从不会错判那魂魄的主人姓韦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我招！鬼啊！我已经鬼了。哪里来的鬼？鬼就在你心里！再敢狡辩，下油锅炸了你！下油锅！
着？自古商人没有地位，为了在长安站稳脚跟，我便向新寡回长安的韦家小姐求亲。韦家高傲，韦涛更百般阻挠，可抵挡不住我手段高明啊！终于，韦家动了心，与他阿兄大吵一架后，和我私定了终身。你在胡闹什么呢？都给我扔出去！阿兄，这些花并无罪过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我原本以为娶了韦家，能够沾到韦氏家族的光，对我会有帮助。可我没想到，韦涛非但不帮我，还处处刁难我，我恨呐！后来我生意失败，欠了几10万钱，当时能帮我的只有史千岁，他这个老色鬼。这失足女子到底什么样，我也想知道。若能得偿所愿，这几10万钱倒也能出。我知道韦家断不会从，我就只好下药将他迷晕。没想到我用的药不够，天还没亮，韦家就醒了。他看到史千岁，便要去寻死。我怕此事传到韦涛耳朵里，就只好将他关了起来。可是他闹得厉害，我就只好打了他几顿。没想到他就疯了。每天晚上哭嚎，不让人睡觉啊！那时你胞弟何钱也住在你家，他本就有失眠之症，故而试图用阴过水的纸闷死韦家。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闷死他算了，省得每天晚上疯闹。这样又没有伤口，那娘家人来了也无话可说。你混蛋！你救下韦家，并不是出于好心，而是发现了新财路。反正他都疯了，也怪史千岁，竟将这丑事都传了出去。金光辉被韦渡杀掉的那几个商人，都愿意花千金换得与氏族女子的良宵，我就成全了他们。想那韦小姐必不肯从，是你一直用迷药迷她，你一手把她害疯了呀你！嫂嫂，我今天嫁谁啊？我，你这畜生！喜君，喜君，后来呢？后来，韦家有天突然跑了。我知道他回了娘家，可我去要人，他们不给。
韦涛还扬言要杀了我。再后来，金光会别馆扩建，挖出了韦杜两家的法院，一气之下我才……通常啊，这种疯病不会一直糊涂。韦家一定有好的时候，便将自己所受之迫害告知了杜菊娘，故韦涛杀何乾之时，便用了与众不同的手段。当杀！韦涛不可杀呀！此人早就表示过对公主的忠诚，且文韬武略是个可用之才，更何况他杀的那些商人都是该死之人。所谓金光会，人人邪恶，据查残害了不少良家女子，早就该尽数铲除。崔相，你好像从未这么激动过。崔某失礼了，还请公主恕罪。案件的来龙去脉，雍州府已经查得一清二楚。虽无韦涛供词，但是我理解他的愤怒。我和母亲观点不一样，我更看重氏族。至于韦涛这个人，我之前对他并不重视，但是他为了妹妹，为了韦氏家族的尊严，做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，实在令人刮目相看。不过，治理国家不能意气用事。至于韦杜二人如何处置，我倒是有兴趣等一等那边的态度。竟有此等事！这些害群之马可恶至极，有损乡民啊！陛下息怒。陛下，杜玉不能杀，他本来就是从犯。那些歹毒的商人砸毁了杜家祖传的法院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呐！更重要的是，杜玉早就表达了对陛下的忠心。他虽然只是县尉，但却是杜家新一代的难得的人物啊，更是武艺超群，是可用可塑之才呀。你好像从没为一个人费那么大力气求情。陛下让我暗地里选拔人才，这选来选去，首选杜玉。可惜呀，他手上不止一条人命。就算我不想杀，天下之口会说我偏袒氏族。更何况还有姑姑那边，不知他怎么看待此事。继儿，坐。是。继儿和韦杜二人是知己，并非，相识不久。我儿有一颗公正之心，真是难得的治国安邦之才呀。此刻倘若你求娘，娘必保韦杜二人性命无忧。公主误会了，我是嫡公弟子，恩师教诲，法不容情。韦涛、杜玉，他二人的愤怒确实情有可原，但连夺数条人命，罪不可恕。他们虽是士族，是人才，但国法不可废。这也是我大唐走向盛世的一个重要保证。这可是我儿真实的想法。是，士族应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倘若有一天，卢凌风触犯国法，亦当从严处置。继儿越来越像韦娘了。那个商人叫什么名字？何必？
倘若唯独二人要砍头，那就叫他腰斩；若要腰斩，就叫他五马分尸。你叫熊千年转告那边，这是我说的。还有那个史千岁，剥夺官职、没收财产，逐出长安。不，逐出唐境，永远不许踏入我大唐土地。是。姑姑的意思，朕均赞同。萨宝府大萨宝的职位有合适的人选吗？西市令康元礼忠心耿耿，有口皆碑，可升萨宝，兼任西市令。朕看可以，让吏部行文吧。是。熊千年，长安城出现这样的事，你这个雍州长史怎么看？陛下，微臣治理无方，有罪，有罪呀！你久在南州，才回京几天呢？就算是朕要治罪，也治不到你的头上。朕是想问你，发生这么大的案子，这么快就探破了，你怎么看？司法参军卢凌风，功不可没。当然，还有苏明。好了，朕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苏明，哎，你已没了官职，查案却更加兢兢业业，朕倒是对你刮目相看了。草民仍是雍州府的暗探总监，虽算不上官，但应算小吏，且拿着月俸呢，做的也都是分内之事。朕记得，你曾为长安县尉啊，当时探破红茶一案，名声大噪啊。那个案子，卢凌风功劳更大，要不给你个官当？陛下，不用了，草民现在挺好。只是卢凌风他现在是雍州司法参军，这对他来说太屈才了。最近又屡屡探破诡案，还多次护驾有功，应提拔。该不该提拔，用得着你来提醒？草民多嘴，陛下息怒。官你不当，你是不想要朕给官，又在等着公主的邪风吗？陛下如此说，草民真是无言以对。朕本想给你个更大的官，看来你也不稀罕，那就继续回去做你的长安县尉吧。不，朕要你做万年县的县尉。陛下，当真？君无戏言。多谢陛下，愚臣还以为此生再无入仕途的机会了。看来你还是想做官吗？这机会是朕给的，你要记住。